比特币目前是在左侧还是在右侧？今天视频来分享一下，很多人搞不明白，目前比特币到底是在左侧的熊市还是右侧的牛市？因为有些朋友也是担心，现在到底是主力在洗盘啊，还是说比特币会不会再去破新低，以及下一次右侧的买点？昨天是有讲到哈希瑞本现在还没有死叉。然后我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 QQE 指标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出右侧的一个转折。入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为 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一个哈根艾希指标，怎么看左侧，怎么看右侧？你把全部的 K 线图关掉，就整个周线很明显的看出来，它就是一个上升趋势啊。左侧就是这种哈根艾希放红 K， 整个趋势向下，如果让小孩子去看，可能都看得懂，就是它整个趋势是一个下降趋势，现在是一个上升趋势啊。那只是整个目前的短线，它的这一个整理是在短线里面，目前感觉是有一个类似一个旗形，或者是就是很多人担心的，现在比特币下跌根本就涨不上去。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其实左侧交易者跟右侧交易者，你尽量看空间，因为我个人是偏喜欢左侧交易啊，特别是这种市场好东西下跌的时候，跌了1年多，当时在这个位置跟大家讲要去抄底，有错过，当时是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以后也有爆过仓，但是最终在开的比特币多单目前是一直在持有，所以现在整个长线我个人观点它是在右侧，整个大长线就是牛市的右侧。右侧我们要怎么再找买点，利用每一次它压回的点位，就是强势的品种，趋势向上的品种，它不可能一直这样子长线往上飙，它中间肯定会每一次会有这种压回的转折，就是强势的品种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我们要利用它每一次压回来的位置去找买点。上一次为什么在这个低点 20K 或者是 19.5K 的附近，希望朋友们一定还是一样，去年的时候有重仓，你如果没重仓，这是一个千金难买牛回头的机会。当时是视频连续3天在这边提醒朋友们一定要买，一定要买。那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趋势是向上的，它一般这个红色的这个柱状也是 K 线哦，它放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1月份的位置转折完以后，现在是压回来的机会，我个人观点是你尽量要站在买方，因为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般柱状除非像这种2019年它的涨幅是 300%， 现在整个牛市才涨了 100%， 如果是像这种涨了 300%， 有可能洗回来会洗得很深，甚至会重新再破这个哈根艾希的这个 K 线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20年上去以后，其实每一次压回这个哈根艾希的位置，压回这个位置也都是买点。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比特币的底部，就是底部起来之后，它这个位置也是整个哈根艾希已经是转折，就是在右侧。前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跌了1年多，特别是这种空间低档的位置，看空间哦，空间低档的位置。当然，这种位置刚开始下跌的位置，它上去也会把这个绿 K 线给放出来。我们尽量看空间，空间跌的并不多，而且时间也跌的并不多。时间如果能拉长，然后空间也可以拉长的情况下，像这种低点抄底的位置，抄完以后就应该坚定给我持有。所以去年的时候，在比特币 20K 下方也是跟朋友们讲坚定给我持有。那后面它在2015年这一个哈根艾希指标转绿以后，这种就是全部都是比特币的右侧。右侧我相信有这种下跌会有人看空，有这种下跌会有人看空，肯定市场里面都会有对手盘。我是很尊重对手盘啊，因为这个市场肯定有看多的，肯定也会有看空的。因为不管是哪一个交易方，你在赚钱的基础都是有对手盘在输钱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会赚钱。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经验的都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在输钱，有经验的话才会在这个市场里面赢钱哦。那我的观点是，看趋势可能小孩子都看得懂，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一次压回来的点位，在2015年、2016年到整个2017年的周线里面的牛市，每一次压回这个哈根艾希指标，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就是要利用每一次压回来的点位去找这种买点。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上一次压回来的点位也是重要买点，那这一次压回来的点位也是重要的买点，只是在这个位置买完，它不一定会马上给我们标。昨天也是视频跟大家讲的，上面是套牢盘非常的重，而且100的一个 MA， 昨天视频是在讲的这个重点，上面的均线压力是非常的重，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时间会震荡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QQE 指标它这个趋势是向上的，只是目前整个中线的这个超级趋势指标，这一个指标它是在走偏，跟上一次这个区间有一点像就是它是在走偏，后面是压到2万美金，就是从高点到低点跌了有接近5000美金。那这次也是一样，它这个指标是在走偏，从高点到这个低点一定是有5000美金。那这个指标这一次是收缩，就是这一个柱状是一直在呈下降的结构，什么时候它有可能不再下降，或者是甚至柱状会开始放大，有可能就是一个变盘的转折位。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比如说在这个位置2020年的9月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前面也是开始柱状一直呈下降的结构，后面这边放了一根灰色的柱状，第二根开始放大，有可能就是重要的一个右侧的转折位，到时候就不要再去看空。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的一些15年的一个底部起来之后，每一次右侧的一些转折位，比如说这一根下跌压回来的位置，后面它其实也没有继续大涨，整个区间这里面是有涨不过没有像那一种继续往上减破，它也是在区间震荡，或者是还有下跌。那这一根柱状就是它柱状一直在呈下降的结构，后面是放灰色的柱状，这边就开始不再放了，不再放以后，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柱状又开始呈一个上升的结构，就是这个位置开始有一个转折，压回来点位其实全部都是买点。我们去找一下这种，它是整个长线都是一个正向的趋势，全部都是右侧的牛市，然后它在整个短线里面有这种左侧压回来的机会，因为这种点位确实是很好的一些买点的位置，当然也不确定可以买在这种最低的位置，有可能买在下影线的一半位置都是很好，或者是买在这种超级趋势指标支撑的一些位置。那如果反应比较慢的朋友，或者是看的比较空的一些朋友，我个人观点是可以等这种右侧，就是这个柱状开始呈上升结构的时候，然后追进去也都是可以所以现在的一个比特币的位置，我个人观点就是目前可能还是在洗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日线，昨天是又来了一根，很多人可能也是担心这是不是一个空方吞噬。那我们观察一下昨天有聊到的一个形态，就是收盘价去留意一下它会不会破这个位置就是这一个箱体的下沿的位置，现在还没有收盘，要等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才能确定，或者是我们就以这个低点来对待，就是这个支撑区会不会撑住。盘中它要破没关系，收盘只要能收上来，有可能也是代表主力其实就是在洗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均线的形态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已经是整理了快接近10天，现在不好的一点是20天的成本已经是越来越近，它如果下去，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是它现在是20的成本，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10天左右也将来到这个低档。然后还有几点现在5跟10的成本是谈不上支撑跟压力，目前10天到5天的成本全部都在这个区间，甚至整个中长线我个人判断目前整个大箱体60的成本都不一定是谈上支撑跟压力，短线感觉价格是在这个60下方，有可能就是主力刻意辛辛苦苦的把价格压到这种低位，让很多人觉得比特币要下去，其实都是在这个位置重新让多方继续集结，有可能就是目的为了整理到位。会不会在今年的8月份，如果8月份不变盘，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会不会变盘，就是去突破这个高点。反正这2个时间点要记住
我估计有可能不是在8月份就是在10月份，看会不会突破这一个整理的高位，大约是在32K 附近。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图。